董卿请谭松韵吃38块钱串串，当着毛不易面算账，菜你挑的，我买单。藏了10年的秘密曝光，真正的报恩不是请客，是你对我的。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。董卿请谭松韵吃38块钱串串，当着毛不易面算账，菜你挑的，我买单。藏了10年的秘密曝光，真正的报恩不是请客，是你对我的好，变成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有在记着。毛血旺那期节目播出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被一个画面整破防了。董卿和谭松韵坐在一起吃串串，毛不易和李雪琴在旁边看着，这俩姑娘开始算账。38块钱，董卿非要自己掏，还当着镜头说得明明白白，这顿我请，菜是你挑的，我买单。双引号，你没看错，38块钱。在娱乐圈这个明星请客动不动就上千上万的地方，38块钱的串串，董卿算得清清楚楚。谭松韵在旁边笑，没有抢着买单，也没有推来推去，就这么自然地看着董卿把账结了。但董卿接下来说的话，才是真正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。她说这不是客气，这是她欠了谭松韵10年的人情。从最好的我们开始，谭松韵就一直在背后给她推资源，找机会，她一直记着，今天终于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了。这事儿的从2016年那部《最好的我们》说起，那时候谭松韵演耿耿，董卿演贝塔，戏里是振华中学最铁的兄弟，戏外俩人也没断过联系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谭松韵这个看着柔柔弱弱的姑娘，做起事来一点都不含糊。她给董卿推荐剧组，不是那种当面说我帮你介绍个角色哈，然后就没下文了的客气话，她是真推荐，而且推荐完了还不说。董卿自己都不知道这事儿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的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董卿正在家待着，突然有个同行或者导演跟她说，哎，谭松韵上次跟我提过你，说你演技挺好的。她一脸懵啥？她什么时候说的？双引号，谭松韵从来没跟她提过。这10年，谭松韵越来越红，资源越来越好，从锦衣之下到以家人之名，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。但她从来没忘记过这个从最好的我们就开始一起走的朋友。她向多个剧组推荐过董卿，而且每次都是偷偷的，不邀功，不通知，不透露。有网友评论说，别人家的闺蜜偷偷帮你投简历，你的闺蜜偷偷屏蔽你的朋友圈。双引号，这话说得真准。2023年，董卿结婚了，婚礼很低调，没有铺天盖地的热搜，也没有什么赞助商站台，就是简简单单的像2个普通年轻人的聚会。但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破防了，谭松韵专程推掉工作来当伴娘。婚礼上有个环节，董卿要递手捧花，她没有按常规递给下一个要结婚的单身朋友，而是直接递给了谭松韵，说了一句给我的女孩。2个人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。那一刻没有镜头，没有剧本，就是一个新娘把自己最重要的一束花递给了她认为最重要的人。全网都在刷耿耿和贝塔是真的，但你知道最戳人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他们抱在一起哭的那一幕，是谭松韵接过捧花时说的那句话，董卿值得拥有世上所有幸福。双引号，这话说出来一点都不肉麻，因为她说的是真的。说到董卿的婚礼，就必须聊聊她的老公。董卿的另一半叫七九州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师兄。2人从2017年合作《血色清河》开始，慢慢走到一起，恋爱加结婚，这段感情跑了整整12年。你知道七九州是谁吗？棋魂里的棋盘厂师傅曹旭，尘封13载里的前行者老魏，刑警的日子里的平凡英雄曹磊，全是配角，全是让人眼熟但叫不出名字的角色。
但七九州的父亲是已故的金鸡奖最佳导演戚建。戚建导演在影坛地位极高，那部现实主义神作《天狗》就是出自他手，至今还是电影学院的教材案例。也就是说，董卿嫁的是个星二代。但你翻翻董卿的履历，就会发现这个名导儿媳的身份在她身上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她出道快20年了，很多人对她的印象还停在《最好的我们》里的贝塔。中间她演过《新居》里的小配角葛月，演过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，演过《以法之名》里的律师张文京，全是配角，全是默默无闻的那种。直到最近这2年，她的演技才开始真正被看到。《以法之名》里那场审讯式的戏，20秒的连环10问，台词像子弹一样往外蹦，脖梗青筋都在颤，观众直接看傻了。刚播完的《除恶》里，她演的王平语速惊人，眼神里绝望和愤怒搅在一起，那股爆发力真不是谁都能有的。两口子在浮躁的演艺圈活成了最踏实的样子，没戏拍时就回归生活，从不拿私生活当筹码。被拍到最多的是其共享单车买咖啡，在菜市场为挑哪种土豆讨价还价。有人说董卿运气好，有谭松韵这个闺蜜帮忙，还嫁了个好老公。但你看完她这18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你就说不出口了。2026年《我的山与海》播了，这是谭松韵和董卿时隔10年的再次合作，距离《最好的我们》正好10年。剧里谭松韵演方婉之，一个从底层打工妹开始奋斗的姑娘；董卿演李娟，一个命运坎坷的女孩，下面有弟弟妹妹要抚养，好不容易遇到了喜欢的人，结果爱人还牺牲了。有一场戏，李娟跪在失明婆婆面前喊出一声妈，说要为婆婆养老送终。那个画面很多人看哭了。戏里她们是创业路上互相托底的姐妹，戏外她们是真的互相撑了10年的人。董卿说，这次能和谭松韵再次合作是很难得的机会。谭松韵的回应更直接，只要是可以在一块。双引号，你看10年前的耿耿和贝塔穿着校服在振华中学打打闹闹，10年后他们穿着工装在深圳的集装箱里创业打拼。戏里戏外，他们都一直在彼此身边。回到那38块钱的串串，董卿当着毛不易和李雪琴的面，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。他说：“菜是你挑的，我买单。”双引号，这句话有意思。菜是你挑的，我都爱吃，我买单，这顿必须我来。他没请什么米其林，没搞什么盛大仪式，就挑了谭松韵爱吃的小店，用一顿便宜饭把欠了10年的人情摆上台面。在娱乐圈，嘴上说姐妹情深的太多了，今天合体营业，明天热搜互夸，后天可能就为了一个角色反目成仇。但真金白银帮忙还能被公开承认的罕见。谭松韵默默推荐了10年，不滋生；董卿记了10年，也不滋生。直到2026年，在毛血旺的镜头前，他才第一次把这事儿说出来。他不是还人情，他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谭松韵对我好，我记着呢。有人说，董卿这是被谭松韵捧红了。但你去看《以法之名》里那20秒的法庭戏，去看《除恶》里青筋暴起的绝望主妇，再去看《我的山与海》里李娟跪着喊妈的那场戏，你就知道不是谁捧的问题。董卿出道快20年了，最好的我们是2016年的事，那之前她在干什么？演配角。那之后呢？还是演配角。新居里的小配角葛月，去有风的地方里不起眼的角色，以法之名里的律师，除恶里的绝望主妇，全是一个一个磨出来的。有些演员等一个机会，等2年就放弃了。董卿等了18年，她没有靠名导儿媳的身份走捷径，没有靠谭松韵的推荐就躺平。推荐归推荐，角色拿到手了，
演得好不好是你自己的事。37岁，他终于在《我的山与海》里当了主演。这不是什么一夜爆红的神话，这就是一个人用18年时间，把每一个配角都当成主角来演，然后硬生生熬出来的。2026年3月10日，《我的山与海》的微博追剧团活动上，谭松韵、董卿和希望3个人合唱了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现场的粉丝说，那个氛围好到像演唱会。谭松韵和董卿站在一起唱歌的时候，很多人想起10年前的耿耿和贝塔。那时候他们都还是新人，没有耀眼的光环，就是两个在剧组里朝夕相处，把戏里的友情延续到戏外的普通女孩。10年过去了，他们都变了。谭松韵从腼腆少女变成了能扛剧的大女主，董卿从咋咋呼呼的蒋年年变成了能把李娟的厚重感拿捏到位的主演。但有些东西没变，谭松韵还是那个做了100分的好事只说3分话的人，董卿还是那个把别人的好记在心上，逮着机会就要说出来的直性子。那38块钱的串串，董卿算得清清楚楚，但在谭松韵看来，这38块钱和这10年比起来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。可董卿不这么想，她觉得这38块钱是她欠了10年的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，愿意雪中送炭的人不多，愿意把雪中送炭的恩情记10年的人更少。那顿饭只有38块钱，但那份人情值钱多了。